我有一個朋友開着邁巴赫，住着豪華別墅，但是離婚了。就前幾天剛離的，今年34歲。昨天吃飯的時候可能是喝的有點多了，死死的抓住了我的胳膊，跟我講了一些很多話。當然我沒有結過婚，我也想聽一下結過婚的人對我的評判和一些建議。他說的對還是不對？他說人這一輩子萬萬不能犯錯的事就是你的婚姻，它不像別的事別的還有的挽救有挽救的余地婚姻的對象選錯了，那代價絕對不是短短的你的這幾年的光陰，而是你整個人生被改寫的一個劇本，而且改寫的結果呢，一般都是以悲劇收场。他跟我說了好多我只把我印象裡面就是最深刻的幾點我想給大家聊一聊。就第一個呢，就是窮是婚姻裡面致命的一個毒藥。我這個朋友呢，他也窮過也富過，窮的時候甚至只能靠借錢來維持生活吃飯，富着的時候呢，这就是现在開着邁巴赫，住着別墅，對吧？然後他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如果你不信的話，你一定會把自己的頭撞得頭破血流無論是男是女都是一樣的，你一定要切記一點。比方說你現在打算結婚了，你必須跟你的對象探討一個問題，未來我們家庭的收入的來源是什麼？對方是否有清晰的一個財富的一個規劃再就是如果遇到經濟危機，我們這個家庭是否能夠扛得住？如果問完這一系列的問題之後呢，一臉的懵逼，只會撓頭，那麼這段婚姻99%是不會有太好的結果的。因為婚姻之中除了這個性和忠誠之外，你所有能夠解決的問題都可以通過碰到的問題都可以通過財富去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就是財富不夠多，包括你看公媳婆婿之間的矛盾，子女教育的矛盾，生活的習慣，包括這些差異，它都是可以通過用錢和財富來解決的。如果雙方都有體面的收入，那這樣的家庭基本上是奔着如何去擴大這個家庭的發展的目標而去。那如果說雙方他如果收入都是特別慘的那種那每個人肯定都開始抱怨，男的抱怨沒有娶到一個好老婆，女的抱怨沒有嫁給一個好的老公和一個好的家庭那這樣的家庭呢，離着崩潰2個字它就不遠了第二點，寧可嫁笨人別娶蠢人。那麼這個蠢人呢，他有幾個特點非常明顯，認知非常的低，但是他自己完全卻不知道，甚至感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充滿智慧的。關鍵，身為蠢人的他還會竭盡所能的讓你跟着他的節奏去走，偏偏還會用最擅長用更低層次的一些手段去持續的打壓你去否定你，去評為你不讓你自己有思想，最終呢把你帶入這個萬劫不復的這種愚蠢的方面去委曲求全。另外這種人他還是非常固執傲慢，非常的刻薄，而且呢愚昧無能，死要面子然後反而從來不去反省自己的錯誤和自己的矛盾，從來不想他還跟我說過一句話，說明如果說你現在找到了一個对象，如果是這種的，一定要听老哥的一句勸，千萬不要和他步入這個婚姻的殿堂，否則你會被自己的選擇耽誤自己的一輩子。那相反是啥呢？比如說你的一個配偶是一個笨人，反而呢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去跟他結婚。這裡所謂的笨他不是蠢，他是緩慢。再或者說就是想不明白，想得慢，不善言辭，單純，或者說就是幼稚。那往往這樣的笨人呢，都會因為自己感覺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會接受自己的另一半，反而就是乾脆聽另一半的決定他會說他有一個好的大哥這個朋友之前跟我講過，他整個的家庭之中有一個聰明人和一個笨人，兩個人構成的這個家庭。這個聰明人呢負責家庭的發展，子女的教育，財務的分配和規劃，紅白喜事等各種大事重要的負責。那這個笨人呢就全力的配合這個聰明人做出來的決定，然後把這個事情慢悠悠的做到力所能及的自己的這種水平就可以了。就是有很多這種高配置的家庭裡面事業發展非常優秀的那一位人，反而是願意在家裡就是
承擔這個笨人的角色，就是因為事實上的笨人他有着明確的自知之明，有着知人善人的這種能力，他不像有的那種低配的家庭哈，明明2個人都是蠢人，都是对吧？但是就感覺自己非常的聰明，非常的聪慧，結果呢，把互相的這種折磨和精力就是耗費在了彼此的這種身上啊，一輩子都在煎熬之中度過。他還跟我说哈，他說婚姻他是最失敗的一個人，而且他也提醒我，所有前期的愛都來自於性格、皮囊和性感，但是當你步入婚姻之後的愛，真正2口子在一起生活的時候，你會發現就是過日子嘛，它來自于責任、能力和理性在很多情況下，你與其看對方另一半哈，還不如結婚之前你好好看看對方的父母是什麼樣子的。那很多的問題呢，看了父母就已經提前預知了。你比方說，對方的家教是非常的差的，各位吃相很難看的父母，那他很難去孕育出這種有同理心有責任感、有擔當的子女，對吧？哪怕他跟着你的時候看着是他百依百順，但是他告訴我說，當你如果真的結婚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後，他大概率会在你面前现出原形。那同樣說，如果对方的父母呢，他的素質是非常低的，情緒能力呢管理也是特別的差的，那不管你的另一半現在看上去是多麼的得體那有可能在婚後的1-2年、2-3年甚至3-4年的時間內，會暴露出很多前所未有的一種瑕疵。因為人在談戀愛期間在這個期間內，人總是可以去克制自己所有的本能，那一旦結婚了，他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實現自我價值了。那恰恰最放鬆的時候呢，也是最難壓制住自己本性的時候。那麼門當戶對，古代人說的還是很在理的哈。對方和你最多差1.5到2個台階，再多就需要你用極高的智商和你的情商來彌補之間的差距了他還說他看過很多的這樣的年輕人，傻乎乎的無腦的奢求幻想着自己嫁給一個大富人家，幻想着自己娶一個白富美。尤其是對於這2年，他說這些富貴的家庭對子女的婚姻分配上是非常重視的，你基本上撈不到什麼好果子吃的。尤其是對那些年紀、閱歷、財富水平都高於你好幾倍的這種的父輩之上，這種長輩，就你心裡的那點小心機，你說的謊話在他們面前就像3歲的孩子一樣。我記得我直播的時候碰到一個菏澤曹縣的一個女孩，她家裡呢1年能掙個1-2千萬，有人應該聽過哈。我問她結婚沒有，她說沒有，但是她有對象了。我問她對象是哪裡的，她說對象是父母介紹的。介紹的是誰呢？介紹的是她父母生意夥伴的子女。那這個子女的父母1年的收入也是1-2千萬左右。所以說你看富人的眼裡的婚姻，它比你們想象的更加的嚴苛和苛刻。因為他們對婚姻的本質的理解就是利益永恆長久的發展，也就是說錢一直可以賺。那換個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絕對不要有聖母心這種白蓮花的心態去結婚。因為如果說同情一個家庭，那麼你要同情他的物質經濟條件各個方面，对吧？大幅度的都是落後在你之後的人，那你和他結了婚之後呢，你一定会受到挫折，絕對會受挫。千萬不要把愛和這個同情心畫上等號。如果說你執迷不悟，也必須要等到對方奮鬥出來一點好的成果，好歹在父母面前能夠抬起頭，然後再結婚。永遠的過分的攀比，那麼代價一定是付出非常嚴重的。然後呢，他和我講了這麼多之後我自己感覺就是不要那麼的着急結婚。當你有能力遇到更好的自己的時候，那你自己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自己足夠好之後，你才会遇到更好的人。如果说你兜裡连10萬塊錢現在都掏不出來，你告訴我，你憑啥結婚？你結婚就能遇到好的嗎？那遇不到好的。人生這道選擇題，你不管怎麼選他都會後悔。尤其是我感覺是女孩，對吧？因為你在沒有成熟之前，沒有一個獨立型的人格，你不知道這輩子到底與誰結婚比較合適，不知道和誰在一起比較適合自己。你沒有見識過這個世界，沒有獨立的自己的思考人格，不知道這個世界的世界觀
愛情觀和選擇的一個擇偶的標準。等你自己有獨立的人格之後，你再結婚，你一定不會後悔，這是我自己感覺的哈。那最後我還想問各位一件事情啊，畢竟我沒有結婚哈，結過婚的女性朋友，如果說你現在有了孩子有了家庭的，對於我上面的這個看法，你持有什麼樣的觀點呢？當然啊，評論區的大夥兒可以聊一聊。當然不管怎麼樣哈，我還是衷心的祝願各位啊，你們的婚姻也好，家庭也好，經濟也好啊，以後生活會越過越好的。